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现在这2天呢，就感觉秋天了，很冷，穿着衣服热，是不穿衣服冷。所以说这2天就有穿衣服了，容易感冒呀。现在到这边去装一个很大的浴室柜。就一直就当这个柜。哦，就当这个柜子。这柜倒了这个。啊。现在来到业主家，就是这个洗衣柜。上次和那个小柜子本来是一起装的，结果小柜子先到，这个大柜子等了1个多月。小柜子我早都装完了。2套柜子都是在万师傅接的，一共是280。跟客户确认了水管的走向是上走水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安装了。这个柜子是一个落地柜，它下面有4条腿，我们先给它把这4条腿安装好。这个柜子的柜腿还挺特殊呀，第一次见，做的挺漂亮。不是这个。像这种4条腿落地的柜子，我一般是不打壁挂螺丝的。这个柜腿的话，就是做一个调频，把4个轮给它调一下，调的水平就可以了。一般是依靠瓷砖缝隙做调频。柜体和瓷砖的缝隙平行就可以了。像它这种柜子的话，我们在现场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多测量，整体这个构思啊，自己必须想清楚。它的高度全部都要量好，因为它这个都要衔接好。如果哪个部分不对的话，会导致这个整体安装不协调。客户这边他留的洗衣机啊，没有留水管。这个洗衣机的水管呢，是和这个洗脸柜水龙头走的是一趟水，所以说他这边买了一个是2出水的脚法。手指勾一下，确定上走水。上走水这个水老是排不干净，每次装脚阀哩哩啦啦流满地都是水。像这个柜子的厂家呢，这个柜腿设计的还是比较合理的，然后所有的4个轮子都是可以调节的。地有坡度的话，用笼子可以调节。有很多厂家做的柜子，它都是下面只钉了一个钉儿，那个都没法调节，只能是我们找东西切了，然后蹭东西，那个就比较麻烦。这个阿姨家的儿子也是搞安装的，以前上了大学，他学的是兽医，然后出来不好找工作，然后就去学了这个家具组装。放洗衣机右边这个侧板的话，刚好把这个插座堵掉了，现在只能是开一个孔，把这个插座给它引出来。这个插座预留在这里，后期都是无法使用的，它没法用。像这种在木板上开孔，然后把这个插座给它引出来，这个活儿搁在以前呢，我都是收费的。现在太麻烦了，我觉得跟平台沟通，跟客户沟通，有沟通的那点时间把这个活儿就干了。现在我这些都是免费的了。我也不收钱了，这算是一个小活吧。本来咱们有这点沟通的时间，和他们要那20块钱、30块钱，这个活早就干完了。这2块连接板呢，一上一下，
装好就可以。这个位置高低呢都可以自己定，根据现场的情况自己可以调节的。阿姨跟我在这讲，她儿子学的是兽医专业，出来以后没什么好工作，然后自己家装修了一套房子。他也突然就来了灵感，要跨行。上大学学的兽医专业，然后不好干，不好找工作，然后就直接找了这个家具安装的活儿，然后就做了家具安装，现在也做了3、4年了。这个阿姨呢，她是在农村里边搞养殖，然后自家还承包了几百亩地。我突然觉得阿姨真的是个有钱人呀，怪不得能在这里买得起这么一套房子。这个房子最起码60万左右吧。我们言归正传，就是装下水的时候呢，记得这个胶圈还有我们这个丝管上打点玻璃胶。这样呢，我们装好以后可以100%保证不漏水。因为它这些厂家生产的这个盆也不是什么太标准的，像一些大品牌的盆的话，和这个胶圈这弹性、韧性都特别好，是不用打胶的。像这些必须得打点胶，要不然明天或者后天会打电话过来让你返工。现在厂家这些下水管呢，一般都带有这个防臭的胶塞。这个都挺好的，我们安装也比较省事儿。台盘组装好以后呢，我们就预组一下它这个挡水条，因为这个挡水条和上面这个洗衣机的盖板，必须要高度一样。确定好以后呢，我们就给这个柜子后边打点胶，因为这个是没有打壁挂螺丝的。我做出来的这2个标记点呢，就是他家的上走水的水管位置。然后我们一会儿装进柜的时候要避开这2条线，避开它这个水管。像这种比较大的进柜呢，我们安装的时候，这个镜子要拆掉，拆掉安装的话比较安全。没有了，这个是上一次他那个小卫生间的一个进柜玻璃，然后发过来他那个角碰了，商家这是补发过来的一个新的镜子，现在给它装上去。粘镜子不可以用酸性胶的，粘镜子必须用中性胶。酸性胶粘上去不行，它会腐蚀这个镜子的水银。好了，现在让它干着就可以了。装了一套，现在是第2套刚刚到货，然后能装了。但是它这个有一个20上门费，发货的时候那个小浴室柜打了一块镜子，然后也补发过来了。这个小镜子要安装，还有那个安装费，这个要添加的。添加完以后，师傅，我的柜子还没有装好，装洗衣机的已经来了，现在属于交叉作业。这个洗衣柜的总宽度是1.7米，然后它这个小金柜呢是1.6米，这是大金柜，不是小金柜。像这个这么大的进柜呢，我们安装一个人安装，那必须得有点方法呀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，我的吸盘就起了作用了。这个吸盘给它吸到那个中间的位置，我们就省劲都多了，一个手扶着点就可以了。画孔、画线、测量高度都可以。由于靠左边的位置呢靠近水管，然后就是下边这个孔离得还远一点，上边那个孔离得更近，我也就不敢打了。先打了3个，就可以把这个柜子固定了，然后上边的话重新改一个孔。
左上角改孔的位置呢，我就隔着木板直接打了。柜体安装好以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镜子按它的顺序一块一块给它再装上去。客户家是智能镜，所有的线呢都要接一下。现在洗衣机的师傅呢已经把洗衣机放到位了，然后就是我可以安装上面的盖板了。我们安装这个台面的话，就是在这个木板上面，侧板的木板上，还有这边的这个石条上面，还有墙上，都给它打点玻璃胶，尽量多打一点，让它这个粘的比较牢固一些。现在呢，就是我们进行到最后一步了，所有的边边角角全部打胶。以上呢就是我安装这种柜子的步骤方法。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。观看米师傅后期更多精彩视频，点关注支持一下吧。